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，占到全球大豆进口量的 63%， 而美国和巴西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大豆出口国，美巴两国的大豆供给量加起来占到全球的80%以上。长期以来，中国是买家，美国和巴西是卖家，三个国家主导全球大豆贸易已经超过20年。美国和巴西的大豆供给会影响到中国的民生，而反过来，中国的大豆需求也会影响美巴的经济和就业。到今天，大豆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，也是大国博弈的关键筹码。你可能会好奇啊，为什么会形成这么稳定的三角贸易关系？中国自己为什么不种大豆呢？我们能否摆脱对美国的进口依赖？在中美贸易摩擦中，大豆产业又将何去何从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摸鱼。本期视频我将让你一口气看懂大豆战争。本期内容划分为4个部分，分别是关于大豆的基础知识，为什么中国会依赖进口，20年来中美大豆博弈的过程，以及今天攻守转换的新局面。这一次摸鱼看了成吨的资料，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和提炼，希望可以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轻松学到干货。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还请点赞收藏支持一下摸鱼，谢谢了。西方人早上流行喝牛奶，而中国人喜欢喝豆浆。其实豆浆和牛奶在效用上是相似的，它们都可以提供丰富的蛋白质。欧洲和北美历史上以游牧经济为主，牛奶的产量很高，所以很容易获取。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以农耕经济为主，所以地里面长出来的大豆成为了中国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。中国古代的5种核心粮食作物：水稻、黄米、小米、小麦、大豆。我们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大豆的蛋白质含量是其他粮食的3到5倍，脂肪含量是其他粮食的6到10倍。除此以外，大豆还富含膳食纤维，钙含量也远超其他作物。大豆可以说是五谷中营养价值最高的。但是大豆为什么没有成为主食呢？其实原因也很简单。我们都知道大豆吃多了会放屁，这玩意儿不好消化，吃多了容易胀气，而且大豆的碳水含量也只有其他主粮的1半，所以对于干活的人来说，它并不能提供足够的能量。所以大豆更多是加工之后作为副食品、调味品和菜肴出现在中国人餐桌上的，比如豆浆、酱油、黄豆酱、豆腐、豆皮等等，包括我们今天吃的辣条、人造肉都是豆制品。不过食品用途其实只占到大豆下游的一小部分，大约只有 16% 的大豆是被直接食用或者加工成我们上面说的豆制品，另外绝大部分的豆子都会被压榨加工之后生成豆油和豆粕。所谓的豆油就是我们平常炒菜用的食用油，另外呢，有少部分豆油会被做成生物燃油用在工业领域，而豆粕就是大豆榨完油之后剩下来的渣，榨油只是提取出了大豆里面的油脂，而丰富的蛋白质、维生素还留在豆粕里，所以呢，这些豆粕是用来做成饲料的好原料，可以给动物提供良好的营养物质。豆粕有 98% 以上都是用在饲料领域，大约每生产1公斤的猪肉就需要消耗3公斤的大豆。随着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从1980年的13公斤增至了2023年的 39.8 公斤，大豆的需求也呈现了指数级的增长。2000年的时候，中国一年大约消耗2000多万吨的大豆，到了2025年，大豆的消耗量来到了 1.15 亿吨，中国也因此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大豆消费国，大豆消费量占到全球的30%。不过有如此庞大的需求，中国本土的大豆产量其实是很少的。2024年中国消耗的 1.15 亿吨大豆里面，有 1.05 亿吨都是从巴西和美国进口的，进口依赖度高达 80% 以上。当海外的大豆价格出现波动，就会影响到国内的榨油和豆粕成本，进而影响到猪肉养殖成本，而猪肉价格对国内的通胀又有明显的影响。如果国外的大豆供应链不稳，就会对国内14亿人的吃饭问题造成影响。大豆原产自中国，为什么到了今天却高度依赖进口呢？2024年，巴西、美国、阿根廷3个国家的大豆产量占到全球的 80%。巴西一年的大豆产量为 1.69 亿吨，其中有1亿吨都是出口，而在其中呢，有 70% 都是卖给中国。美国一年的大豆产量 1.21 亿吨，有5400万吨是要出口的，其中呢又有一大半是出口向了中国。所以其实不只是我们依赖进口美国，美国和巴西也同样对中国形成了严重的出口依赖。这样的买方和卖方关系已经持续了20多年。你可能会好奇怎么就形成这么稳定的国际分工呢？既然大豆涉及到民生，中国为什么不自己种大豆呢？这里我们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，单产，它指的是单位土地面积的大豆产量。2024年，中国大豆平均亩产132公斤，而美国大豆平均亩产230公斤，巴西是236公斤。
也就是说，中国平均1亩土地的大豆产量只有美国和巴西的1半左右。大豆单产低会带来2个问题，第一个是中国的耕地面积不够，第二个是种植大豆的经济性不够。中国的耕地面积只有19亿亩，为了保障主粮的安全，水稻、小米、玉米3大主粮就要占到近12亿亩，另外蔬菜、水果等等需要占到3亿多亩，再加上其他的粮食、药材等等作物，那么剩下的留给大豆的耕地就已经不多了。然而呢，大豆又是一种典型的土地密集型农作物，1亩土地平均只能生产132公斤大豆，要满足中国1年1亿多吨的大豆需求，那么就需要占用7亿亩以上的耕地，这相当于我们国家40%以上的耕地面积了。显然呢，大面积种植大豆是不现实的。而反观美国和巴西，美国中西部的大平原占到国土面积40%，巴西拥有广袤的潘帕斯草原。美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是中国的5倍多，巴西是中国的3倍多，而且大面积平坦的耕地还很适合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，所以他们种植大豆有充分的优势，不仅单位产量是我们的1倍，而且效率高，成本低。据统计，中国的大豆种植成本大约是4776元每吨，而美国是2246元每吨，不到我们的1半。即使他们的大豆漂洋过海，从美洲经历上万里来到中国，加上各种运费、杂费和关税之后，进口大豆的价格也远远低于中国本土。更要命的是，进口大豆的出油率在19%到20%，而国产大豆仅15%到17%。那为什么人家的大豆单产就这么高呢？而且出油率还如此优秀，中国人自己的大豆怎么就不行呢？这就要牵扯到一段往事。其实美国的优良基因也是来自于中国。1972年尼克松访华，中美2国恢复建交以后，美国派出了一个植物代表团到中国寻找优秀的大豆基因片段。当时孟山都的大豆育种专家理查德·伯纳德在中国发现了优秀的野生大豆样本，他们马上就把这个大豆的基因申请了专利，并且呢，经过反复试验，1996年他们研发出了全世界第一批转基因大豆。这种大豆同时具备高产量、高蛋白、抗病虫、耐除草剂等等特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当时申请的专利覆盖了所有含有该基因序列大豆品种，在没有专利授权的情况下，任何人种植、销售、研究含有这个基因品种的大豆都将面临起诉，包括中国的豆农种植中国土生土长的野生大豆都不行。所以美国人优秀的大豆基因是从中国盗取来的，并且采用了卑鄙的手段进行了封锁。在往后的岁月里，美国人不仅靠它垄断了大豆市场，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益，还把大豆作为政治筹码和贸易武器。在后续20多年时间，中美围绕大豆进行了多次激烈的博弈。我把其中影响最大的4个回合整理了出来，分别包括90年代末的大豆保卫战、2003年的大豆危机、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及今年的关税战。中美大豆第一次交锋发生在90年代末，在90年代，中国的大豆还是以本土为主，进口只占很小一部分。当时中国1年的大豆需求量大约是1500万吨，而1994年中国的大豆产量大约是1600万吨，基本上是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。甚至呢，由于东北大豆的品质优良，还会出口到俄罗斯和东欧国家。但是从2000年开始，进口大豆产量占中国大豆消费量越来越高，国产大豆的比例逐渐下滑，这是中美大豆第一次博弈的结果。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1996年，美国开始推广转基因大豆，到岸的美国大豆比国产大豆价格低30%，而出油率反而高出5%。国产大豆在美国大豆面前毫无招架之力，美国大豆大规模流入中国市场，对市场价格形成冲击，挤压了农户的利润。大豆关系到民生，为了保护国内种植户的利益，我们国家对大豆实行关税配额制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每年规定了可以进口的大豆上限，超额的部分要征收114%的高额关税。比如说今年配额有200万吨大豆，但是美国向我们出口了300万吨，那么这多超出来的100万吨大豆就要征收114%的关税，这样就限制了美国可以卖到我们国家的大豆量。我们只需要进口适当的大豆来补足国内的供给缺口，而超额的部分由于关税的原因，进口大豆的价格会大幅上涨，相比于国内的大豆就缺乏竞争优势了。在一开始我们对进口大豆的防御工作是做得很好的，但美国人就很苦恼中国有庞大的市场需求，而自己呢有充足的产能，但是现在大豆卖不出去了，这么大一块肥肉只能看着干着急。然而在此时刚好就有筹码递到了美国人手上。1997年，中国开始筹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也就是 WTO。 加入 WTO 是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的，只要有一个国家提出正式反对，决议就无法通过。而美国它就是不同意我们加入 WTO， 除非我们达成一些条件。在成功入世以前，中美进行了长达25轮的谈判，农产品是僵持不下的焦点之一。美国要求我们全面开放农产品市场，取消对小麦、大豆等农作物的配额制度，降低进口关税。无论答应哪一个条件，都会导致美国农产品对中国的倾销。我们
可能会失去粮食的掌控权，但是中国当时实在是太需要打开贸易的大门了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小麦是中国人的主粮，这个是绝对不能退让的，而大豆主要是副食品。最终我们选择了保住主粮，放开大豆市场。1999年，中美签订中美农业合作协议，取消了大豆的进口配额，并且把关税降至 3%。大豆成为我国第一个全面开放进口的大宗农产品。加入 WTO 之后，中国的经济迈入快车道，中国人的食用油和肉类消费快速提升，大豆的需求也迎来爆发。而此时，美国的大豆蜂拥而至，迅速占领中国市场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协议签订后的次年，也就是2000年，进口大豆量出现了阶梯式的抬升。到2003年，进口大豆量达到了2000万吨，国内大豆产量此时已经不足1000万吨。在后续几年中，国产大豆的种植面积从7000万亩萎缩至了2800万亩。在这一回合中，国产大豆失守了，换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。2003年到2004年，美国政府配合华尔街资本共同酝酿了一起针对中国大豆产业的收割，这次事件被称为大豆危机。2003年8月，美国农业部发布了一则公告，由于气候干旱，预计今年美国大豆会大幅减产，大豆收成将是近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消息一出，国际大豆期货价格马上开始暴涨，3个月时间，大豆价格从大约2300元人民币一吨暴涨到了4400元一吨。要知道啊，榨油企业的利润其实是比较微薄的，每吨大豆的加工利润通常为150到200块钱，但是现在买豆子的成本就每吨涨了2000多，而终端的油价是不能轻易上涨的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榨油企业每多榨一吨油就要亏上千块钱。此时，美国大豆已经占据了60%的中国市场。为了保障粮食供应，2003年12月，商务部牵头榨油组织成立了大豆采购代表团，去美国开展大豆价格谈判，希望可以以量换价，锁定一个合适的大豆成本。然而，美国资本专门趁我们谈判的时候疯狂拉抬大豆价格，2个月多时间，大豆再次从4000多元每吨暴涨到了8000多元每吨的天价。最终在2004年3月，我们以4300元每吨的价格买下了800万吨美国大豆期货。然而就在1个月后，2004年4月，美国农业部突然更改口径，他宣布当年的美国大豆非但不会减产，而且会迎来大丰收。至于之前大豆供应紧张的消息是因为某个工作人员失误导致的，现在已经处理了。华尔街炒家们开始集体做空，大豆价格瞬间一落千丈，从8000多元每吨暴跌回了2000多元每吨。这显然是一次美国政府和资本联合起来做的局，狠狠地宰了我们一刀。如果我们按照当时签的合同，以4300元每吨买下这一批大豆，那就是打碎了牙往肚里咽。而如果我们放弃这一批大豆合约，就会面临60亿美金的天价违约金。另外除了粮油企业被宰，国内的豆农也损失惨重。由于大豆涨价，豆农积极扩产，产能上去了，但是现在豆子跌爆了，亏得血本无归，整个大豆产业链迎来了毁灭性的打击，大批的粮油企业面临巨额亏损而破产。而就在此时，国际4大粮商趁虚而入，纷纷以低价控股或者参股中国的粮油企业。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统计，在这次大豆危机过后，中国的粮油企业从1000多家骤减到了90多家，而这90多家里面有64家已经变成了外资或者合资企业。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金龙鱼、鲁花、欧丽威兰等等都是由外资控股或者参股的，外国人控制了中国 85% 的大豆加工量。如果说中美第一次大豆博弈我们失守了大豆种植业，那么这一次从上游的种子、农药、化肥，再到下游的加工、销售、渠道都掌握在了他们手里，中国的大豆产业沦陷了，形成了对外部的深度依赖。2009年，美国政府对中国轮胎实行反倾销调查，加征 55% 的惩罚性关税。中国轮胎产能有 40% 依赖出口，这一年中国对美轮胎出口量急剧萎缩，200多家轮胎企业受到影响，约10万工人因此失业。中美贸易摩擦从这次事件开始升温，社会舆论哗然，很多人呼吁对美国大豆进行反制裁。难道你美国的大豆卖到中国来就不是倾销吗？美国难道不是在恶意操纵市场吗？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大豆买家，我们也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，看他们受不受得了。但是我们国家没有对大豆采取反制措施，当时主要是有2方面的考量，一个是中国要遵守加入 WTO 时的承诺，当时和美国签订了农业协定，虽然美国人不守规矩，但是中国是要讲信用的。另一方面是由于对进口大豆依赖程度实在是太高了，当时中国每年大豆需求量有5000多万吨，但是本土的产量不到1000万吨，国家囤积的大豆库存也只有几百万吨，如此巨大的供给缺口，一旦发生断供，这就影响到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。而且加征关税的话，大豆成本暴涨，传导到副食品和猪肉，社会通胀水平也会显著上升，所以当时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反击时机。但是从此以后，我们国家就开始着手巩固大豆的供应链安全。从2009年开始，中国逐步提高从巴西和阿根廷的进口比例，降低对美豆的依赖，在国内建立农产品收储制度，每年会储备足量的大豆，平抑大豆市场的价格波动。2016年，
中国启动大豆振兴计划，对大豆种植进行专项补贴，鼓励研发优质的国产大豆。做了这一系列措施之后，2018年反击的时刻到了。2018年7月6日，美国宣布从即日起对中国进口的340亿美元商品实施加征25%的关税惩罚措施，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。同日，作为反击，中国也对对等规模的美国商品加征了25%的进口关税。美国大豆一直享受着3%的超低关税，现在加征关税之后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每吨大豆涨了700到900元，美国大豆失去性价比，对华出口直接断崖式下跌。2017年，中国买了3285万吨的美国大豆，而2018年我们只买了1600万吨，剩下的缺口转向巴西和阿根廷购买。要知道，大豆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。根据中国海关统计，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的大豆占到美国农产品出口额的58%，占到对华所有商品出口额的10%。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买家，一年进口3000多万吨的美豆，而第二大买家欧盟每年的进口量大约只有430万吨，第三的墨西哥只能消化300多万吨。一旦中国不买，美国庞大的产能根本找不到人承接，美国大豆库存积压，大豆价格相较于2017年跌去了30%。而中国这边虽然加征关税以后，美国进口的大豆成本涨了，但是由于美国进口的占比大幅下降，所以对整体大豆市场的影响并不算大。再加上我们国家有1000万吨的储备大豆投放，可以平抑价格波动，所以整体来说对国内市场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。到了2025年，中美大豆博弈来到了第4个回合。每年的9月到10月是北美大豆收获的季节，按照惯例，接下来的10月到12月是中国进口美国大豆的高峰期。不过遗憾的是，根据中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，自从今年4月份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以来，截止到2025年10月15日，中国进口美国大豆的数量为0，哪怕1吨都没有买。8月份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用大写的字母喊话，中国必须购买4倍美国大豆，但是我们压根就没有理他。不如9月份，美国大豆进入了收获的旺季，豆农们多次恳请政府通过对话来解决市场问题。美国大豆协会也致信特朗普，敦促他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，把大豆出口放在优先位置。但是特朗普非但没有采取建设性的行动，反而倒打一耙。他说要怪就怪中方采取了经济敌对行为，顺便再怪一下拜登政府。到了10月，当下正值美国大豆销售的高峰期，豆农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豆烂在地里面，库存严重积压。由于供过于求，美国大豆期货的价格已经连续跌了3年了。要知道，美国大豆平均种植成本是1150美分普式尔，而现在美豆的价格维持在100美分普式尔左右，大豆的价格比成本价还低，这意味着豆农每卖1吨就会亏1吨。当然啊，目前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亏多少的问题，而是压根就卖不出去的问题。不过呢，虽然他们1吨都没有卖，但是地租该交还是得交，以及呢需要支付人工成本、仓储成本和设备折旧。你们自己选的总统嘛，那后果也要自己承担。上一次我们没有无缘无故的对美国大豆加征25%的关税，这一次同样是美国咎由自取。为什么这一回中国有底气1吨都不买美国的大豆呢？从2018年贸易战至今，我们构建起了更加安全稳定的供应链。首先在国内，我们想办法增加了大豆的种植面积，比如推进玉米和大豆复合种植的方式。玉米和大豆是理想的轮作伙伴，大豆根部的根瘤菌可以提高土壤肥力，促进玉米增产。同时，我国还尝试沙漠改良田。2021年，我们在新疆戈壁滩种植了1200万亩的耐盐碱大豆试验田，最终实现亩产200公斤。随着大豆振兴计划的推进，2025年国产大豆产量突破2300万吨，较2017年增长60%，把大豆的进口依赖度从85%降到了70%。但是毕竟国内耕地是有限的，需要依赖进口大豆，这个是客观事实。我们国家对外又构建起了巴西为主、多国补充的供应体系。2024年，巴西占到中国大豆进口量的70%，是美国的3倍。除了巴西以外，我们还通过技术出口的形式扶持其他国家的大豆产业。比如很多亚非欧国家，他们有耕地，但是呢，种植技术不行，产量不高，而中国恰好有技术。在俄罗斯远东地区，中国租种了1200万公顷的土地。在非洲，中国通过援建的方式推广了先进的种植技术，帮助当地作物增产30%到60%，带动了当地就业。而中国也成为非洲第2大农产品出口目的地，双边互利共赢。如今，非美国和巴西的大豆进口占比逐渐提高到15%，成为了重要的进口来源。2024年，中国进口美国的大豆量为2000多万吨，已经下降到了总进口量的18%，今年只会更低，也许会降到1000多万吨。而这1000多万吨，通过国产大豆的产量提升，以及其他国家的产能补充，顶上缺口已经绰绰有余。现在大豆已经成为了买方市场，中国可以完全不买美国的大豆，但是美国却不能没有中国这个买家，因为美国庞大的产能，除了中国以外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消化。攻守之势异也。
2025年10月30日，最新一次中美贸易磋商，双方达成了成果共识。美国将取消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10%所谓根碳离关税，对中国商品加征24%对等关税将暂停1年。除了暂停部分出口管制和301调查以外，双方还就扩大农产品贸易等等的问题达成了共识。这里的农产品显然指的就是大豆，因为大豆占了中国粮食进口的80%以上，而大豆又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，那不是大豆还能是什么呢？本次谈判，大豆很可能就是核心焦点之一，他们的大豆产业扛不住了，不得不放下傲慢的态度，在贸易问题上做出妥协。这么多年的贪婪和收割，美国终究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在这一回合的交手中，我们争取到了自己的合法权益。中国人做生意自古以来都提倡的是双赢，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下来的经营智慧。在我们看来，美国人这种一味占便宜、做事不留余地的行为，其实是愚蠢而短视的，最后也终将遭到反噬。中美大豆博弈的30年，既是一部产业争夺史，也是一部全球产业链之间如何正确相处的教科书。我们相信，贸易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，而非零和博弈。要合作，我们有一起做大蛋糕、分享收获的胸襟；要打，我们也有不怕封锁、奉陪到底的底气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很高兴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觉得有所收获的话，还请点个关注支持一下摸鱼，我还会推出更多有价值的干货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，886。